众所周知，在格斗擂台上，中国勇士只要是遇上日本人，骨子里的狠劲瞬间就爆发出来了，怒气值暴增，战斗力爆表。而日本人被揍多了，心中也是非常不服气。这一次也是组团来滑踢馆，下场就是被打得嗷嗷叫，全军覆没一个不留。不怪中国勇士下手太狠，毕竟中国选手打日本人都是血脉加持，面对日本人怎么可能手下留情呢？接下来就给大家带来5场中国选手秒杀日本人的比赛，中国人看了笑哈哈，日本人看了哭唧唧的经典绝杀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第一场，阎锡波对战日本人立石玉善，这个日本人可不得了啊！赛前大放厥词，要一拳放倒阎锡波，然后称霸中国拳坛，真是秃子打伞，无法无天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阎锡波表示：“你尽管来。”漂亮！一上来一试赛就有力气。这才是真正的秒杀 KO，6秒将日本人直接 KO， 还没来得及暴揍呢，日本人就被一拳终结了。只怪阎锡波实力太强悍，这可是打日本人，别的都不管，只要下狠手就行了。这场比赛，阎锡波直接将日本人的牙齿打掉5颗，也没有赛前的嚣张气焰了。再来看一下慢镜头，铃声刚敲响，两人同时飞踢。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，赛。这个 KO 指的这个迎击拳，其实这个膝是打到阎锡波，而且大家看到阎锡波是直接的后手的迎击拳，直接把立石玉善打倒在地。而阎锡波赛后也表示，并不是6秒 KO， 而是3秒。但是这个不是6秒，是3秒。我这一拳打上去的时间只用了3秒。在阎锡波的所有比赛中，只要是遇上日本人，那就是直接开启狂暴模式，他会让日本人充分体会到什么叫中国人的血性，这就是血脉上的压制。生在和平年代，我们应当牢记历史，勿忘国。在擂台上，你不仅代表队，更是代表中国。第二场还是阎锡波对战日本人，这个日本人名叫天草四郎，我们直接来看比赛。阎锡波上来，一个高脚踢，抱腿，漂亮！天草四郎反应非常的迅速。现在天草四郎是处于上位，积极的过腿；阎锡波处于下位，非常积极的防守，爆发力非常的强。双方在这个时候，在缠斗的这个环节，比赛刚开始，双方身上都还没有出汗，所以说对双方的这个缠斗呢，也是非常大的考验。我现在感觉到阎锡波呢，他不同。这个日本人在当地还是很有名气的，号称地面上的王者。比赛刚开局就接二连三的将阎锡波摔在地上，显然是想直接在地面上降服阎锡波的。不过看得出来，对手确实在地面上有很细腻的压制，阎锡波并没有让对手如愿，也是很灵活的占据主动权，力非常的大，爬了过来。现在天草四郎站了起来，双方回到站立的状态。阎锡波再次后手拳，阎锡波非常的壮啊，发力也是非常的好，摔倒，阎锡波把天草四郎摔倒，而且挤在了中间。天草四郎属于下位，被动防守，但是看起来比较冷静。现在是下位想使用十字步。阎锡波这个时候不要。阎锡波真不愧是中原飓风，打日本人就是凶残，但是现在依旧不能放松警惕，因为对手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地面高手，不能有一点漏洞，不然情况就很危险了。日本人现在虽然处于劣势，不多还是能看出来他在地面上还是很灵活的，利用围拢不断的转变身位，在防守上做得非常谨慎。靠着龙稳，然后企图是想站起来，阎锡波自己出手，站起来拿拳，拿拳。天草四郎还是现在疲于防守，阎锡波加紧自己击打的频率，而且呢非常危险，这个对方四郎非常危险，非常 KO 了，这个应该裁判叫停了。阎锡波在重庆，阎锡波，这就是中国硬汉的威猛。只要是对上日本人，那日本人就别想好过了。既然有足够的信心来滑踢馆，那就做好灰溜溜回国的准备吧。回归。第3场，张美轩对战日本红毛怪。在搞事情这方面，日本人说第一，没人敢说第二。红毛怪赛前也是不断的幺蛾子，张美轩并不跟他多费口舌，直接擂台上见真章。前去，这两腿，漂亮！哇，直接一个，张美轩直接一个跳起来的高扫，对，
个头能不能拿住？隔着一条胳膊还，马萨这个地面不弱，对，转换很快。张雨轩要先控制，这往前推的这个劲儿不错啊！张雨轩也很不错啊，两人地面反转。此时张美轩死死锁住日本人的脖子，这个把位做的并不是很深。日本人还有一点喘息的时间，他还在地面上不断的转变身位，这个样子就像是软脚虾一样。经过之前中国选手对战日本人的经验，日本人普遍来讲都比较抗揍，同时意志力也很坚强。不过再抗揍，那也招架不住中国硬汉的连续压制。此时张美轩还是想尽办法降服对手。那是在日本空运节东京站的比赛。对。好，张美轩的地面反转很快啊，这个马萨的韧性很好，对，非常好。连续的砸击，对。差一点，左手再砸击，张雨贤变化很快啊！日本人就这样再一次被终结了。看日本红毛怪的手指甲还涂着乱七八糟的护甲油呢，满身纹身，胡子都是粉红色的。这副装扮配上这个被终结的样子，真是搞笑到了极点。这个日本人真就是来搞笑的。而张美轩的地面砸击也是非常到位，把对手给砸懵掉了。对。其实马萨的地面韧性很好，身体的韧性非常好。这是张美轩想做个关节技没做成，马上转成地面锤击。对，对，你看打的脑袋位移的多对，直接被托马斯范掀了个跟头。哇，这是腾空飞腿啊！又加了一个后手拳，这个动作很难。第4场，张立鹏对战日本的奈登崇。日本人有着很强悍的柔术功底，在日本是地面全能王。赛前也是非常嚣张的说，只要进入地面，张立鹏就别想好过。两人上来还是非常谨慎的，张立鹏步伐上逼得很紧，日本人被逼得连连后撤。张立鹏率先出动作，而日本人是地面上高手，在站立上并不想跟张立鹏有过多的纠缠。张立鹏就这样压着对手，不断的重拳砸击，只要有机会，那就是大摆拳，毫不客气。谁让日本人赛前那么狂妄嘛？必须要在擂台上好好招呼对手的。张立鹏这个骑乘位做得很深，这让日本人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。但是日本人现在在防守上确实很到位。日本人再一次被重拳暴走 KO 了，这就是中国人的血性，打日本人没有丝毫的余地。张立鹏最后的砸拳简直就是拳拳到肉，这场比赛真是赏心悦目。日本人被揍得鼻青脸肿，面目全非，最终日本人也是逃不掉被抬上担架的命运。第5场，杨建平对战上山知晓。这场比赛是在杨建平的家乡作战，他将要在家人们的面前将日本人狠狠暴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杨建平上场比赛留下较为严重的伤势，这场比赛也是带上阵，但是并不妨碍杨建平暴揍小鬼。当然知晓啊，这是竞技状态非常的好，他想上来先给杨建平一个下马威，但是没想到杨建平早有防范。现在双方是拉开了距离来进行积极的试探。这个开局出乎人的意料，没有见过这样的直接飞腿的。杨建平直接进入地面带，主动采取摔法，但是上山知晓的缠斗能力呢也是非常出色的。好，进入地面带。现在杨建平在上处于上位，想要杨建平直接将日本人压在身下了，此时也是不断的转变身位，想要更好的压制日本人。杨建平虽然身形不高大，但是擂台桑可是非常凶狠的，中华虎的称号也不是白来的。杨建平也是一个专打日本人的好汉，之前对战日本人也是很快就将对手终结了。小断头，断头，有希望，有了，还是有希望。这个时候看到顺势滚翻过来，上山知晓啊，他的这个缠斗的能力还是非常强。但这个时候，只要是杨建平能够把腿挂了再高一点，有没有？
看能不能翻过去。如果说是翻过去，可能就要睡着了。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，断头成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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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日本人的身体都已经软了，直接被勒晕过去了。这场比赛看着真是大快人心，中华虎杨建平名不虚传，直接断头台绞杀对手。大户杨建平利用断头台降服了日本的上山知晓。这是上山知晓首次在中国比赛，没想到杨建平在首回合1分06秒便上演了断头台，降服获胜，而上山知晓则败走中国。日本人组团来滑踢馆，最终全部灰溜溜的回去。中国硬汉将他们全部暴揍。大家觉得中国勇士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KO 是他这个迎击拳，其实这个膝是打到延禧波，而且大家看到延禧波是直接的后手的迎击拳，直接把力水云扇打倒在地。